I'm Sergeant Major Rick Grimes. You probably think I'm dead. 就在所有人认为瑞克已经死了的时候，他只身一人回到了共和军。上集说到，瑞克和米琼恩来到了接应点，成功的被直升机接回到了卡斯卡德前沿基地。而俩人这次回去打算分开行动，由瑞克去升职获得秘密，米琼恩则去销毁简迪斯藏起来的档案。接着他们再把共和军的罪行大白于天下。瑞克先是装成坠机唯一的幸存者回到了共和军，他的归来让索恩激动不已。没想到老伙计竟在飞机失事后活了下来。瑞克表示，在乘坐飞机回去的时候，恰巧碰到了极端天气，飞机被闪电击中了。在快要坠落在水上的时候，是米琼恩将自己推了出去。不过遗憾的是，他没能活下来。他这滴水不漏的说辞，成功的将索恩给糊弄了过去。So thank you for bringing her in. Are you protein? Why don't we just say it was Okafor? That we were just keeping this thing going. 听到瑞克提起了奥卡福的遗址，索恩的脸色明显变得不自然起来。他对瑞克说道：“以前总觉得放弃是意志薄弱的表现，但事实证明，正是放弃的多，自己才走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或许有时候放弃也是种力量的体现。奥卡福死了，你和我活了下来，这就说明我们两个注定了是 CRM 的一份子。不要再盯着过去的那些事了，现在我们要朝前看。”索恩叨叨半天大道理，反正就是一个意思。老娘不是奥卡福，不想去搞什么变革，只想跟随着军队去完成使命。 It's time to let go of his bullshit. Or show me the other way. 索恩没有回答，只是示意他跟上。不多时，索恩便带着瑞克来到了一片树林中。He wants to talk to you. 在围栏边上有道身影在击杀丧尸，正是共和军的最高领袖比尔将军。原本瑞克要是没坠机的话，过段时间也会升职，但经历了意外，瑞克又回到了军队中，这让老头认为瑞克已经对军队产生了认同感，现在是时候该给他提拔了。老头一脸的沧桑，心机也很阴沉，他对瑞克说道：“其实公民共和国分为两个体系，一个是内城，一个是外城。内城由议员、政客和公民们组成，而外城则是由自己领导的军队和收割者们驻扎。这些年来，军队为了保护内城的那些人们，已经大大小小牺牲了不少人了。老夫不满这种现象已经很多年，凭什么他们可以安逸地享受生活，而我们则大多死于丧尸的口中？为了改变这一现状，老夫布局多年，想要把内城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次峰会就是一个契机。”这番话给瑞克听的后背直冒寒意，现在他就敢瞒着内城在外滥杀无辜，再让他掌控了内城，恐怕这个老疯子更会变本加厉。那在外面的无辜幸存者还有活路吗？不过当下他也不敢表露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接着老头让他跟上，说是要给瑞克一份荣誉。与此同时，李琼恩这边也开始了行动，凭着瑞克告诉他的路线，他成功的找到了一个缺口，摸进了基地中。可就在这时，一只丧尸竟然也跟了过来，真是倒霉。他朝前看去，只见一个士兵听到动静朝这边跑来。还好我迷姐有猩猩的属性，直接爬上大树跳到了房顶，这才没有被发现。接下来他便要去到简迪斯在基地的房间中，找到那份亚历山大的档案。按照瑞克告诉他的位置，很快便找到了简迪斯的房间。这女人还和以前一样，喜欢画画和制作一些艺术品。看到这杂乱无章的房间，李琼恩开始翻找了起来。10分钟后，李琼恩有些着急了，他基本翻遍了房间所有的犄角旮旯，可就是找不到那所谓的档案。就在他急得一筹莫展的时候，眼睛却不经意地瞥到了一样东西，一只放在角落里的铁丝猫。这东西太眼熟了，当初简迪斯在垃圾场就喜欢制作这玩意儿，瑞克还拿了一个送给了他。李琼恩拿起来一看，果然在铁线猫的内部正放着一个卷轴，他用镊子将卷纸拿了出来，打开一看，里面的内容正是讲述的亚历山大和周边的几个社区，并且还详细地描述了瑞克、李琼恩、达里尔等人的性格特点。越往下看他就越心惊，简迪斯这个女人对他们太了解了。这份文件一旦被泄露出去，以共和军的行事作风，亚历山大以及其他几个社区没有一个是能幸免的。愤怒之余，他想也不想的就将其撕碎揉虐着。就因为这几张纸，瑞克才被困在这里好些年。可紧接着他又反应了过来，一地的碎纸屑太引人注意了，于是又弯腰将其捡了起来，然后塞进了自己的衣服里。既然隐患已经解除，接下来就等瑞克升职了。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一份文件突然从外边塞了进来。Officer Stokes, are you in there? 听到转动门把手的声音，李琼恩赶忙抓了一根绳子，迅速地躲在了门后。虽然女人第一时间反应了过来，可她的这点三脚猫的功夫属实拉垮，交手没2下便被米琼恩给勒住了脖子，很快就领了盒饭。收拾好残局后，李琼恩打算去往和瑞克约定的地点等待。
途经大厅的时候，他看到一些士兵正推着好几车的玩偶进进出出，这让他很是疑惑，搞不懂士兵这是在做什么。他捡起了一个掉落在地上的玩偶打量着，这时一个士兵朝他走来，伸手向他索要玩偶，李琼恩递了过去。这些士兵的行为让他感到很是纳闷，事出反常必有妖，带着疑惑的他便跟了上去，打算一探究竟，反正戴着面具谁也不认识谁。这时他听到了一个声音，看了看四周，见没人注意，便直接推门走了进去。里面是个会议室，好像是在对参与某种行动的士兵做着培训。李琼恩不动声色地找了一个位置坐了下来，只见屏幕上展示着许多儿童的照片，还有一个叫波特兰的地方。之前咱们就说过 ，CRM 发现了另外2个大型幸存者聚集地，波特兰和奥马哈。后来奥马哈被丧尸攻陷，沦为了死城。当时瑞克和索恩就猜测是 CRM 下的黑手，可现在听着教官的讲述，不难猜到他们又要对波特兰动手了。Once the operation on Portland begins, children will be airlifted away from 3 school sites. It will result in an evacuation of possibly 10% of the children in the city before the area is gassed and its population is liquidated. 就在米琼恩大为震惊的时候，瑞克被比尔带到了办公室里。老头先是让瑞克把身上所有的武器放在桌子上，包括那只藏着匕首的假肢，随即又问向了瑞克，为了让其他人活下来，瑞克做过最糟糕的事是什么？这个问题勾起了瑞克过往嗜杀的回忆，那些他不得不面对的选择和在斗争中被他杀死的人，像走马灯似的浮现在了脑海中。而其中最让他觉得糟糕的是，自己曾像丧尸一样用牙齿咬断了老乔的喉咙。听着瑞克的描述，比尔表示能理解瑞克当时的感受，因为他曾经也被迫做过一些非比寻常的选择。说着便将自己的配件放在了瑞克面前，然后又拿出了一套有着红线的作战服。瞧这架势，比尔是要给他升职了。接着老头告诉瑞克，他从小就受到酒鬼父亲的家暴，忍受不了的他便选择了离家出走，后来被军人收容所收留。从15岁开始，他就一直在军营里生活。丧尸病毒爆发前，他经历的战斗数不胜数，而在灾变来临时，他已经当上了军队的指挥官。所在的联邦当时为了清除感染源，轰炸了整个匹兹堡，而那也是比尔从小生活的家乡。其实当时抵抗丧尸有2条战线，一个是匹兹堡，一个是费城，但因为兵力的严重不足，无法做到2条战线同时作战，所以仗着对家乡的熟悉和了解，比尔带着自己的军队撤离了匹兹堡，而这也导致了匹兹堡数百万的平民全都成为了丧尸的口粮。I saved Philadelphia by sacrificing Pittsburgh. It was that. The sword that kills is the sword that gives life. I killed my past and a whole city so another could live. 老头说的随意轻松，仿佛那些死去的人如同草芥一般。Let me tell you the first secret, Grimes. The first one that I share with each frontliner I briefed. The most likely outcome after all the fighting and killing, all the plans and sacrifices, we lose. Most likely outcome is that we're all gonna die. 这话听得瑞克很是疑惑。这时比尔拿出了一些照片，告诉他，在不久前 CRM 发现了很多超过100万大规模的丧尸群。经过模拟计算，在这个星球上，还没变成丧尸的活人只剩下了14年左右的时间可活，也许会更少。不仅仅是因为丧尸的增多，还有人口和粮食产量之间脆弱平衡的被打破。到时候近乎10亿的丧尸都是病毒细菌的培养皿，鬼知道会传染给人类什么东西。最后的结果就是地球上堆满了尸体，然后全都腐烂成为树木的养分。 CRM destroys communities for resources, for strategic superiority, and to ensure the city's secrecy and security above all. 接着比尔还告诉瑞克 ，CRM 在世界各地的特定社区中都安插了间谍，除了监视他们外，还会影响他们的政策和对他们的计划进行潜在的破坏。CRM 还为科学实验室提供活人进行丧尸生化研究，而且再告诉你一件事，奥马哈不是自己覆灭的，我们摧毁了它。几发炮弹就把数以万计的尸群引了过去。再过18个小时，我们将召开峰会，采取最终的行动，摧毁波特兰。到时候，共和军将成为这片大陆，甚至是这颗星球上最强大的力量。做完这件事后，我们会将这个悲惨的事件报道给内城区。到时候我会宣布全城戒严，然后废除议会。届时共和军将掌控全部。听着比尔对未来高谈阔论的谋划，瑞克脸色铁青无比的难看。这老家伙完全就是一个疯子，他的手已经不知不觉地摸向了藏在腰间的匕首。 Across this country and further eliminate any growing competition. We will take their resources and ensure supremacy. And maybe we get to survive. 就在老家伙洗脑的同时，李琼恩这边听到的消息更加的震惊。这些混蛋竟然打算先将在波特兰选中的孩子们偷运出来，然后再释放毒气毁掉整个城市。李琼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愤怒的他直接是按下了对讲机。这是他之前和瑞克约定好的。而瑞克这边，他刚要忍不住动手，就被对讲机的波动打断了。
他赶忙将对讲机静音。比尔看到他的举动，便问他是在等谁的消息。That was Thorn. She went through this. Thought it would be good to talk it out. 老家伙也没有怀疑，他继续对着瑞克洗脑，声称瑞克就是未来10年 CRM 的领导者。因为你曾数次想着逃走，就算你身为了士兵，我都没有打消对你的怀疑。你原本有很多机会去你想去的地方，可是你却回来了，这是你对 CRM 的认同。你牺牲自由的精神将会被打造成标杆，一个强有力的标志。军队可是需要赢得人心的事迹来鼓舞着他们。Who's the person closest to you who's died in all of this? My son. He's who I saved, tearing out that man's throat. But you couldn't save him in the end. No. What if I told you you would never have to suffer that kind of loss again? That wherever you were running to, whoever you were running to, you could keep them safe. You could bring them to us. Family, friends, a love, I don't give a damn. They will be spared from our march whenever we would have found them. I'll take that chance. I'm taking that chance on you. 接着老头把自己的佩剑往前一推，让瑞克以剑起誓，发誓永远效忠于 CRM， 往后他就会成为军队的高层。Swear on the sword. Let me ask you a question, Grimes. I'm just gonna ask it and look in your eyes. 瑞克这时候猛然想起奥卡福在死前对他说过的话。Swear on a sword. Don't hesitate. 这一刻，他的脑中浮现出了他们曾经的所作所为。他不会被任何人所主导，因为他是瑞克·格兰姆斯。看到瑞克眼神中那汹涌的杀意，起初老头还有些迟疑，但他很快便反应了过来。No!